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长安24季大结局揭秘，谢怀安放弃复仇，竟因严凤山是他亲生父亲。看完长安24季大结局，整个人都懵了。原本以为就是个普通的复仇爽剧，结果最后3集的反转一个接一个，把我彻底搞不会了。最让我震惊的是，诚意演的谢怀安居然没有手刃仇人严凤山。要知道他整整潜伏了10年就为报仇啊！就在刀架在严凤山脖子上的那一刻，严凤山说如果他死了，北方的铁墨人会立刻入侵长安，百姓就遭殃了。就这一句话，谢怀安竟然收手了。但更劲爆的还在后面，原来严凤山可能是谢怀安的亲生父亲。剧情里出现的血书暗示了这层关系，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严凤山好几次能杀谢怀安，却总在最后关头手软。这种父子相残的设定也太带感了吧！而真正的幕后黑手，居然是倪大红演的那个在宫里默默无闻15年的太监岑伟宗。他是铁墨人，和铁墨王吴仲恒从小一起做奴隶，两人约定分头潜入长安，目标是夺取长安的土地和粮食。但这对昔日伙伴已经分道扬镳，吴仲恒想成为新的奴隶主，而岑伟宗则希望铁墨人能摆脱奴役。整部剧的结局没有一个人物获得圆满，谢怀安被囚禁在玉龙岗，复仇之路戛然而止。萧武阳当上皇帝却双目失明，萧文静放弃皇位成为书童，顾玉前往北方调兵途中被铁墨王擒获，最终殉国。就连谢怀安的妹妹白婉也成了权谋的牺牲品。她返回长安与哥哥相认的路上，被严凤山设计，最终死在了谢怀安的刀下。这种剧情安排也太残酷了。严凤山与王朴的关系更是充满了悲剧色彩。当年他被困铁墨谷仓，为了活命杀害了收留他的王朴父母，却将年幼的王朴抚养长大。王朴在得知真相后，无法在杀亲之仇与养育之恩间做出选择，最终自尽身亡。铁墨王吴仲恒作为终极幕后黑手，其真实身份是谢怀安曾经的老师。他为了得到天下，布局长达25年。当年刘子温灭门，培植严凤山与谢怀安对抗，皆是铁墨王为耗空王朝内力所布之局。萧文静的成长轨迹是剧中另一条重要线索。他从一个怯懦的傀儡皇帝，经历被谢怀安抓获、与乞丐抢食、亲手杀人的蜕变，最终成长为一个有担当的人。在铁墨人突袭时，为了给谢怀安争取时间，他甚至不惜捅伤自己的哥哥萧武阳。事后，萧武阳提议让萧文静重新上位，但萧文静拒绝了。他选择以张默的身份做一个兰台令，辅佐在萧武阳身边。这种兄弟关系的转变也挺让人感慨的。剧中的权力博弈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。萧武阳表面重用谢怀安，实则将其视为可弃的棋子。严凤山虽野心勃勃，却最终发现自己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谢怀安在察觉真相后，将记录长安密道的《长安舆图》公之于众，才迫使帝王暂留他的性命。他最初的目的是复仇，但他个人的仇恨已经被卷进了皇权更迭、国家安危的巨大漩涡里。最终的大结局场景设置在玉龙岗监狱深处，国师岑伟宗面前出现了一个酷似谢怀安的神秘身影。这个开放式结局为故事留下了悬念，暗示棋局可能还未结束，新的博弈或许正在酝酿。当萧文静拒绝龙椅选择成为兰台令时，他轻抚谢怀安留下的玉簪说：“这长安城从来不需要英雄。”这句话道出了整部剧的核心主题。在权力的游戏中，没有绝对的英雄与反派，只有永恒的利益博弈和人性挣扎。看完这个大结局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
原本以为谢怀安大仇的报就完事了，结果编剧给了这么个出人意料的结局。不过仔细想想，这种没有绝对善恶，每个人物都有复杂性的设定，反而让整部剧更有深度了。